同学们好，我们继续学习津液理论。我们从3个方面来学习，分别是津液的概念、津液的生成、输布和排泄，以及津液的功能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津液的概念。津液是一个地道的中医学的概念。津液是指的人体内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。津液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的物质之一。津和液是有区别的。津主要是指的质地比较清晰、流动性比较大，分布在体表、皮肤、肌肉、孔窍和血脉中，起到滋润作用的这部分津液。液是指的质地稠厚、流动性比较少，分布在骨节、脏腑、脑髓等等组织中，起濡养作用的这部分津液。津液在体内是如何生成、输布和排泄的呢？它们与脏器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津液的生成。津液的生成主要是饮食入胃，通过胃的受纳腐熟，由液精气，把食糜传向小肠，小肠分清别浊，大肠造化，吸收部分水分。其中清者经过脾的运化为津液，含清的水液经脾运输至肺，通过肺的通调、肾的气化，一部分再重吸收化为清，成为津液。这就是津液的生成。我们可以看出，津液的生成主要与肺、脾、肾这3脏的功能相关。津液的输布除了与脾的运化、肺的通调水道和肾的蒸腾气化之外有关，它还与肝的疏泄、调畅气机以及三焦的决度、通利水道有关。津液的排泄也与肺、脾、肾这3脏密切相关。一方面，通过肺将津液输布到体表，使津液化生为汗液排出体外。另外，肺在呼气的时候也可以带走部分水分。另一方面，肾将水液蒸腾气化以后的废物形成尿液，这是津液排泄最主要的部分。第3就是津液通过粪便经大肠排出时会带走一部分残余的水分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，津液的排泄其实也与上焦肺、中焦脾胃和下焦肾有密切的关系。所以津液的生成、输布和排泄，也就是津液的整个代谢的过程，都与肺、脾、肾这3脏密切相关。如果肺、脾、肾这3脏出现了病变，就可能会导致津液的生成不足、输布和排泄的障碍，就可能会导致津液不足，或者是津液在体内蓄积而引起痰、饮、水湿等等病症。津液有什么功能呢？津和液都具有滋润和濡养的作用。首先，我们来说说清晰的津。津主要分布在肌表、孔窍、血脉和内脏中，起着滋润的作用。它可以滋润皮毛、肌肤，可以滋润眼、鼻、口、舌等孔窍，能够充养血脉，构成血液的组成部分，能够滋润濡养脏腑组织器官。而稠厚的液可以渗入于骨、脊、脑髓中，充养骨髓、脊髓、脑髓，可以注入关节中，润滑关节，以利屈伸。所以，如果津液不足，以上的各种肌表、孔窍、血脉和内脏，以及骨节、关节等等，就会失去濡养，而表现出口渴尿少、眼干、口干、鼻干、唇干、舌干、皮肤干以及大便干燥等等这些津液亏虚的症状，甚至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皮肤干瘪、眼眶凹陷等液脱的症状。以上是我们讲到了津液的概念，以及它的生成、输布、排泄和功能的内容。本节课就上到这儿。